及包罗万象的铜板美食台湾小吃总会。还在等什么？快到名人堂花园大饭店展开您的美食飨宴。纽西兰是南半球的瑞士，泰永旅行社纽西兰深度旅游，搭乘纽航直飞奥克兰，重金打造直升机滨河健行，入住隐士饭店。纽西兰观光局推荐泰永旅行社，请搜寻51764或拨0227172788。98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骅。今天财富与生活时间我们很高兴请到嘉义长庚医院复健科的主治医师许宏志许医师到我们节目现场。许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同样今天有 YouTube 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可以看 YouTube， 也可以听我们广播。那许医师出了一本书，是由远流出版社所出的，叫做《急性疼痛舒缓全书》，包括落枕啊、闪到腰啦、抽筋啦、扭伤啦、铁腿啦，这一些生活最常见的30种疼痛啊，怎么样自己来先自救一下，对不对？就是说你到医院去看复健科也好，或者是看骨科也好，看任何一科也好啊，你就要自己先处理一下嘛，对不对？是。我们常讲说，那其实身体上筋骨有痛大家都想到说，那是热敷、冰敷，是。或是说抹一点什么油类的，对就不说哪些油了，反正坊间很多，或喷一喷什么的。那许医生，您赞成说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吗？我们还是建议说找到正确的病因对，治疗才会有效啦。那像我们有一些这个急性的疼痛啊，像我书里面讲到，像落枕啦、闪腰啦、抽筋啦、铁腿啦，或者是扭伤等等，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跟患者介绍啦，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用一些自我急救的方式，对，但不见得正确，对，不见得正确，有时候反而会更痛。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希望就是说，导入一些正确的观念，然后比较有效，能够帮助自己缓解的方法。好，那铁腿很常见，是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听众朋友大家都喜欢运动嘛，到健身房啊，重训一下，或者是说，我去跑个马拉松啊，或者是我去跑个三铁啊，是虽然说你平常可能有在运动但是过度运动、激烈运动之下你也很容易在第二天发生铁腿的状况。是那这个铁腿到底是？我们一般讲铁腿正式的在医学上我们应该怎么讲？铁腿啊，我们最常见原因就是迟发性肌肉的酸痛啦。那它的迟发性的，对，迟发性肌肉酸痛啊。这个我最常讲，这个发生的原因就是礼拜天我们大家去爬象山象山呢前面人很多，后面人也很多，对，上去没有问题，但是下来的时候呢，前面人很多，后面人也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已经脚累了，我们强迫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下山。也就是说我们肌肉在收缩，用力收缩的时候一直又做所谓的离心运动，就是像下山这样子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迟发性肌肉酸痛啦。那这种通常就是强迫自己这个做离心的这个牵拉的运动之后呢，就会不舒服。像我们说爬象山是一个，然后或者是像跑半马啦、全马，因为人很多，大家就是输人不输阵，我们就一直跟着大家一直跑。那其实这种肌肉它可能有一些微小的撕裂伤，或者是过度的这种代谢废物的堆积，就会造成我们这种脚隔天起来，或者是第二天、第三天，哇，整只脚硬邦邦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铁腿啦。好，那您刚刚讲说代谢的废物是不是讲说像类似乳酸啊这些东西啊？对，以前的观念就是最常见是乳酸啦，那乳酸最近有一些新的研究，我们是说氢离子啦，什么意思？就是说乳酸跟氢离子有什么不同？乳酸的话，我们就是说肌肉收缩一些东西，以前我们叫氧载，就是肌肉它行有氧运动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乳酸，但是它在无氧或缺氧的情形下面去收缩，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那这代谢废物里面最多就是乳酸啦。那以前最早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完之后我们抽血那发现说里面这个东西最多所以把它认为说是最常见的一些代谢废物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除了这个物质以外还有一些东西会刺激我们的这些肌肉里面的这个疼痛的受气那目前有一些比较小的分子检测出来大概就是氢
这一类的这个这种离子所以乳酸还是占一部分那有一些新的就是说除了乳酸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像氢离子。那其实像乳酸跟氢离子不处理它还是会慢慢代谢掉嘛，对不对？对，慢慢排除掉。对它慢慢会代谢啦那但是一般人就是说因为我们痛，大家会有一个迷思，就是痛我就不要动不要动它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其实在肌肉来讲刚好就是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肌肉刚刚讲过这个铁腿啦迟发性肌肉损伤，这个会造成肌肉的肿胀以及代谢废物的堆积。那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做法还是做一些小规模的轻的这个运动所以我们常常会跟这个患者啦或者是听众朋友讲说运动完酸痛怎么办？你再去运动再去小小的运动就是我们说让身体再重新唤起那个肌肉的收缩可以帮助局部的循环让它带掉。了解。刚刚徐医师您有提到过所谓的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嘛？是这两种运动我们怎么样去界定它？什么叫做有氧，什么叫做无氧呢？对我们常常讲了比如说像这个跑100公尺100公尺在跑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肌肉用的这个能量是肌肉里面的这些葡萄糖那这个东西跑完以后就完了那这个东西我们通常叫有氧运动啦但是什么叫无氧运动？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运动的时候，肌肉里面的这些葡萄糖它用完了用完的时候它必须要借这个能量来去使用借这个能量使用肝糖吗？对，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体内它用完之后它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那这些代谢废物就是所谓的乳酸，所以我们以前有人把它称之为无氧运动，把它叫做所谓的氧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有氧运动的能量用完了之后，我们用这个肝糖啦用其他的东西来去做代谢之后，那这个燃烧之后它产生的一些废物就是所谓的乳酸。OK， 所以现在时下很流行的所谓燃脂，对不对？是燃脂运动，就说你要瘦啊，你要去燃烧到你的脂肪啊。是但是问题是，燃烧到脂肪之前，你可能要先消耗你的肝糖啊。对因为肝糖是第一个被消耗掉嘛，然后再是去燃烧你的脂肪，所以就很多人讲说，那我们要做无氧运动。对，那无氧运动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乳酸或刚刚许医师所讲的氢离子的堆积在我们体内变成废物。是那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除了这个会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肌肉，会造成酸痛的感觉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做过度的这个运动的时候，肌肉它肌纤维有一些微小的这种撕裂伤它会造成肌肉的一些水肿，这个也会造成我们的酸痛。好，那铁腿除了就是说再去做一个比较强度没有那么强的运动来这个恢复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自救方式呢？其实就是喝水啦。多喝水。对，多喝水但是其实喝水还有一点小小的诀窍啦那我们喝水以前像我们到嘉义服务的时候跟老人家喝水，你跟10位讲，有9位跟你说不要啦。对老人家很不喜欢喝水，像我母亲就是叫他喝水他都不要。是老人家喝水的，他一定你跟他讲一句说你喝水，他下一句就跟你说喝水会想尿尿，所以我就不要喝。找厕所很麻烦，尤其在外面。所以老人家就是因为上厕所不方便，所以他不愿意喝水。所以其实我们喝水有一个小诀窍，就是说喝的话运动前跟运动后都要喝喝是要喝薄盐水。就是一点点盐分的水，像我们有服过兵役就知道那以前那个军用水壶里面一定都会放盐片。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薄盐水。对，薄盐水因为我们喝这个白开水它的渗透压跟身体的渗透压不一样它比较低，所以喝了以后有的人说越喝越想尿尿越喝越利尿，其实是有点道理的那我们如果加一点薄盐的时候，它渗透压会跟我们身体的体液的渗透压比较接近，所以喝了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容易利尿。所以喝了之后它就会保持在你身体内了。对，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利尿的现象所以我们像运动啦或者是长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加一点点这个薄盐甚至有的人就放一个这个那个梅干这种东西进去他的喝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想要尿尿。这个 tip 很好这个真的是蛮有用的知识。就是但是盐巴也不要加太多，对不对？加一点点就好。对，就是有一点点味道这样我们就会说像老人家都是知道加到有一点喝起来有点味道他就比较喝得下。那市售的运动饮料呢，通常也都会加一些盐嘛对，它通常是有电解质的。那运动饮料不是不好我常常也跟我们的患者听众朋友讲，就是运动饮料大部分的电解质是够的但是它的糖分稍微多了一点所以有些它糖分比较多的时候你在摄取足够的这个
电解质的时候，其实同样也摄取太多的糖分。OK， 糖分口感的问题了。对对，好，所以说铁腿记得哦，就是要多喝水。是，运动前、运动后都要喝水。是。那水的量大概要到多少呢？一般我们会如果说要精确一点的话，我们会用这个运动前后来去测重量啦。对，好，那测重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会减少600公克的这个体重，减少了哈。那通常就是1/3到1半，就是运动前就要补充。好，我们以前都认为说，有的观念就是认为说运动到口渴啦再喝哈。那其实这个东西第一个对老人家不合适，那第二个就是说对天气比较干燥的不合适。一般我们运动完会流汗啦、口渴啦，再喝水其实有时候都太慢。好，所以这个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说，如果运动前后的体重一般大概减少600到800公克嘛，那其中大概有一半就是200到400公克是运动前就要补充，最好是运动前1-2个钟头，所以要喝200到400 CC 的水。当然都运动前大概1个小时我们先喝，这样的话就不会因为这个身体到一半脱水而影响我们运动表现，或者是产生所谓的铁腿的现象。那在运动中要不要随时补充水分呢？对，运动中其实也要其实我另外一本那个运动里面就有写到，就是说许医师著作很多。是那根据运动强度的不同，对还有就是像当地的温度跟湿度的不同，我们会去建议补充的这个量。那一般来讲，就男女生也不一样，我们都有表格可以对照。所以以前我们带国家队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说，今天去哪一个地方。介绍一下您那本书名吧。就是顶尖运动员这样预防伤害啦，运动伤害。那这一本的话，其实就是也有提到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精确的。对，其实许医师您是国家队的。有帮我们做对，就以前就跟过国家队去过一些地方啦。OK， 所以帮这个我们的顶级运动员做了很多处理哈。是，就是一些运动伤害还有就是我们像一般运动锻炼的时候的一些健康的管理对，那我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到左营国训中心去看我们的国手们啦。OK， 对，每个礼拜定期有去。对，我就每周2都过去这样子。OK， 好，我左营国训中心我也去过。是，因为我之前还跑过一阵子的体育新闻对，是，我去过。那时候还有杨传广在里面。是，对，杨传广在里面，我在吃饭的时候还碰到他。好，那铁腿以外很常见是闪到腰。好，闪到腰到底该怎么落枕？好，这2个我们要怎么自救？哈，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教许医师。好想去日本赏樱，遇见最美的樱吹雪，沉醉在浪漫的春天里。走，赏樱行程就交给熊。哇，太厉害了！您过世了？对，过世了。我那时候进中心的时候大概是97、98年。那他还在啊？对，他那时候就生病。他每天都在打高尔夫球啊。对，他那时候身体就不太好。对，他都住在里面嘛。对，他其实老年的时候很沧桑的。对。也没人理他，就一直坐在那边吃饭。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杨传广平常在干嘛？”他说去打高尔夫，他就是因为左信中有高尔夫球场，他就是打高尔夫球。对，左信现在环境还不错，有空来在。他的那个餐也还不错啊，吃的很好吃，他现在更好吃啊，吃的很好啊。对，我都跟同事说，我每个礼拜吃最好、吃最饱，就是礼拜2中午在左信中心。那您有负责哪一些运动员吗？哪一些运动项目的运动员，还是全部的您都会去看？综合赛事的话，就是东亚运、亚运啊，对，好，这些都有去。对，那我以前比较常负责大概就是跆拳，然后排球，好，鱼垒，好，跟举重这几个。举重，对，举重他们就特别会有这个肌肉的问题。对，而且体重控制更是一个问题。好，那不过因为这个就是很多因为是竞技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医疗的时候，在做运动员都是只能做不能说。当然，因为其实他们这种顶尖的选手啊，各国的情收都很非常的，包括像那个新闻啊，他们都对啊，因为你随便讲1-2句，他们就知道这个人可能受什么伤啊。对，包括像我们现在在比赛的这几个选手，我看成绩出来，对，我等一下再给主持人看，就是他们，我了解你说的，对，他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也是没办法，你看王建民也是一样嘛。但是他们其实都很低调啊。机会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一个跑垒不慎就挂了，一辈子挂了。而且像那个选手啊，他们在比的时候，
情资很重要，对，情资很重要，因为他们知道你哪里受伤。好，明年是冬奥，今年是冬奥哎，东京奥，那你也要去东京了？但是去那个一去都要2个月，对啊，比较好，最后一档广告要回现场了，没错，是。98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华。很高兴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是嘉义长庚复健科的主治医师许宏志许主任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许医师出了一本书，是远流出版社所出的啊，这个急性疼痛舒缓全书啊，这针对30种疼痛啊，我们应该可以去了解的自救的一个方式哈。那其中书里面就有写到闪到腰是落枕这些，对不对？许医师，这些我们该怎么自救呢？这个我先从落枕讲啦哈。落枕其实一个就是落枕，我们这边有一张图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急性的那个我们现在直播现场，我们有把书上的内文的图片把它印下来哈。是。我们这个其实在做的时候就是分2个啦哈，就是落枕的时候，我们平常可以自我检测啦哈，就是落枕通常不会突然发生，对，其实之前的话都会有一些前兆啦，前兆就是说，在睡觉之前，我们脖子左右动一动，前后动一动，然后侧面动一动，看有没有声音或者是疼痛。睡前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做这6个方向的检测啦。那如果在动的时候有声音或者是动的时候，活动度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就要小心有可能隔天早上就会疼痛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会落枕。那平常我们可以怎么保养呢？就可以用这2个啦。就是2边的这个肩膀，我们做所谓的这个收缩后放松。比如说这边的落枕这边的落枕，有时候他叫他放松，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放松，我们可以做自己，就是头推手，手推头这样子。这个互相抵到互推那互推的时候有一个要诀，就是互推的时候要用最大力撑6秒钟。最大力这样撑6秒钟，目的是让这个地方的肌肉全部都被活动起来，然后你再放松，它才能够全部放松。所以我们2边都可以这样子做。那至于说怎么样放松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如说这次落枕是右边的脖子疼痛，我们就可以做左边的。左边的这个颈子把它放松比如说你的右相反边，对，相反边因为痛的这边你再去推它啦、按摩它啦、放松它会更痛。对，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用另外一边的肌肉让它紧绷之后再放松所以就是收缩放松再做伸展所以假设是右边痛，我们就是做左边的这个运动，同样的方法也是一样，头推手，手推头啦这样撑6秒钟之后，然后再做活动。这样的话右边的这个疼痛它就可以慢慢的解开这是我们说的落枕解锁法啦。好，这个是所谓的落枕解锁法。那闪到腰呢？对，闪到腰的话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闪到腰通常就是背部肌肉的这个保护性的收缩啦所以我们在做第一个运动的时候，一般就是把膝盖给弯起来。躺在床上弯，对，躺在床上把膝盖弯起来。弯起来之后呢，我们做放松，就是左右旋转，对，左右旋转就弯起来之后，左边转右边转把这个背部的肌肉把它放松比如说我们绷紧的这个背肌的时候好，这边也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就刚刚许医师所讲的这种方式，躺在床上放松的方式。对，那这个是刚刚讲第一动是先膝盖弯起来左右转嘛，对，第2动的时候就是说，假设这个病人他是左边的这个腰疼痛，我们就可以用对侧来把它放松就是做这个我们叫吸胸运动啦膝盖往胸部尽量去靠近靠近之后呢，瑜伽也蛮多这种姿势的。对，那重点就是说，因为痛的这边我们不要直接去拉它，我们用另外一边把它紧绷再放松紧绷再放松，道理都一样不管是脖子或是腰，其实都是用另外一边的方式。对，因为痛的那边你直接去推它，直接去拉它，其实会更痛。我们会用对侧所以道理很简单。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把膝盖尽量抱紧往你的胸口这个地方，但是要另一侧对，另外一侧看你是闪到哪一边的腰。是如果2边腰都闪到的话，那恐怕也没得选了。2边腰闪到，我们这里图忘了秀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时候如果痛的时候就是弯过来就是膝盖弯起来然后我们趴着的时候就是动
脚踝，对，用动脚踝，就是利用活动远端让近端的肌肉放松，趴着然后动脚踝，对，就是脚弯起来，然后赶快左右旋转这样动。了解，所以如果是两边都闪到，也还是有方法。是。那滚背好不好呢？因为我个人有上瑜伽课哈，这个老师说，这个你可以常常滚背。是。好，滚背的话其实可以啦哈。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我准备好这个。徐医师现在从包包拿出给西来哦。对，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叫花生球啦。花生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准备那个2个网球，对，用袜子啦或塑胶袋包起来，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刚好它的宽度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肌肉的几侧的肌肉，那平常可以这个放在椅子后面或者是墙壁，我们就是上下去滚。那这个有什么按摩脊椎的作用？是不是？对，它第一个可以让我们肌肉让它往收缩的方向去顺着它，对，顺它。第二个就是在压的时候，如果有发现这个肌痛点，压到特别酸的地方，我们也是一样，就停6秒钟，压着6秒钟再放开，压着6秒钟再放开，它就可以让我们局部的那个循环变好。来，我来看一下，许医师这个还蛮重的呢，对，它很沉这个有一点重量哦。对，它的这个就是有一些韧度啦，我们去压我们的这个背部的时候，它就可以放松。事实上，我们这书里面它都有附这个东西啦。对，好，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妈妈手，这个妈妈手也常见的，对不对？是。好，妈妈手是怎么形成的呢？对，妈妈手通常我们就是说妈妈啦常做事情经常做这个炒菜啦，这个切菜啦或者做反复的这个扭转的这个动作，造成我们手部的这个腕部的这个肌腱的一个发炎。对，那肌腱的这个发炎其实是因为它那个肌腱在同一个地方一直摩擦，造成发炎。所以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用 PRIC 原则，就是保护冰敷、休息、压迫跟抬高，就是冰敷啦，冰敷或凉敷，先冰敷是不是？对，冰敷或凉敷啦。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做这一动这一动的话，就是我们假设是右大拇指痛啦那我们就是用左手拉着右手的大拇指先这样转动。OK， 因为这个地方你也是直接左手拉右手大拇指，然后手腕转动哦。对，就是这样转动。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痛你直接去拉它会更痛。对，所以我们利用这种扭转的方式，可以让那个筋把它松开。松开。这样松开之后，我们再做这个手腕的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再把手腕压下去。对，往下往上压。本来是横向动，现在变垂直。对，那垂直这个上下这样动的时候，不要直接做因为你如果没有转动之后再去做，有时候直接拉到会更痛。OK， 所以我们会先做这个大拇指这样转动的这个方式，然后再做桡侧、尺侧的这种活动。对，就是像我们这个图里面这样子讲。那徐医师，因为现在坊间很流行瑜伽嘛，是相信您一定有蛮多病患是瑜伽来的。是这个最常见是瑜伽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对，瑜伽我们是说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牵拉的运动啦那透过这个瑜伽可以造成这个身心灵的这种平衡啦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过度的拉过度或者是不当的这个伸展伸展过后造成肌肉的一些拉伤，或者是肌腱的一个拉伤。那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暖身或者是热身的运动做不够。那在这个情形下面，你直接去做牵拉，可能它的肌腱跟肌肉有受到损伤。那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足够的或者是正确的暖身的运动之后，再做牵拉会比较好。那牵拉的时候我们也通常会讲啦因为瑜伽这个是一个比较进阶的这个技巧所以做的时候要量力而为啦。对啦，不要老师跟同学可以做得到，你一定要硬盯这样子输人不输丁没有做到很丢脸不要这样想。是就是尽其在我就好了。对如果拉完之后这个酸痛有超过48小时的，表示说这个肌肉已经有受伤了。酸痛超过48，就2天的时间。对一般我们说这个运动完的这种乳酸的堆积啦、疲劳这种东西，一般来讲48小时就会好。但是超过48小时，通常就是肌肉内的肌纤维有受到小损伤、小拉伤。那小拉伤之后呢，它就会造成这种地方的这种压痛，会跟肌肉酸痛很像。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说，2天之后的酸痛，那表示说肌肉可能有损伤了。那你就要去看医生了，看复健科了，对不对？不看的话，这种伤一直淤在身体里面可能就不好，对不对？对，它会造成我们肌肉收缩的协调性出现问题。对，好，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徐医师最后跟大家讲2天如果没好的话，请记得要到医院去了好，非常谢谢
许宏志医师啊，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用的知识，谢谢许医师，谢谢各位。谢谢。交通安全一